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小百科。你知道吗？在天然养生成分的世界里，姜黄素宛如一颗闪耀的明星，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力量。用对了，它能为你的健康注入活力；一旦用错，却可能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危机。今天咱们就全方位探秘姜黄素，从它的功效与副作用到食用方式、适用人群，每一个关键要点都紧密关联着你的健康，千万别错过。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姜黄素的功效。姜黄素作为从姜科植物姜黄根茎中提取的一种天然色素，在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研究中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功效。从抗氧化角度来看，姜黄素堪称抗氧化高手。研究表明，姜黄素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E 的2倍，是维生素 C 的4倍之多。它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预防细胞老化和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自由基是导致人体衰老和疾病的重要因素，过多的自由基会攻击细胞内的 DNA、蛋白质和脂质，引发细胞损伤和炎症反应。而姜黄素能够提供氢原子，与自由基结合，使其失去活性，从而保护细胞的完整性。例如，在一些体外细胞实验中，加入姜黄素后，细胞内的自由基水平显著降低，细胞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得到增强。长期摄入姜黄素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进程，让人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姜黄素在抗炎方面也有着突出表现，它能够抑制体内多种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炎症反应。许多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炎等，都与炎症密切相关。姜黄素通过抑制炎症信号通路，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从而缓解炎症症状。研究发现，在关节炎患者中，服用姜黄素补充剂后，关节疼痛、肿胀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在一项针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研究中，连续服用姜黄素8周后，约 70% 的患者炎症指标下降，关节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表明姜黄素在抗炎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能够为慢性炎症患者带来福音。在心血管健康方面，姜黄素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它能够降低血脂，特别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姜黄素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促进其代谢和排泄，减少血液中脂质的沉积。研究显示，长期服用姜黄素的人群，血液中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明显降低，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有所增加。同时，姜黄素还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姜黄素能够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一氧化氮具有舒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从而维护血管的健康。临床研究表明，每天服用一定剂量姜黄素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比不服用者降低了约 20%至 30%。此外，姜黄素还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虽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阶段，但结果令人振奋。姜黄素能够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它可以通过调节多种信号通路，影响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存活。例如，姜黄素能够抑制肿瘤细胞中与增殖相关的蛋白表达，促进细胞凋亡相关蛋白的活性，从而促使肿瘤细胞死亡。在一些动物实验中，给予患有肿瘤的动物姜黄素后，肿瘤的生长速度明显减缓，肿瘤体积缩小。虽然姜黄素不能替代传统的肿瘤治疗方法，但它为肿瘤的预防和辅助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姜黄素的副作用。尽管姜黄素具有诸多益处，但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副作用。首先，姜黄素在人体中的吸收率较低，大量摄入可能会导致胃肠道不适。一些人在服用高剂量姜黄素补充剂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这是因为姜黄素对胃肠道黏膜有一定刺激作用，尤其是在空腹或大量服用时，这种刺激更为明显。研究表明，当每日摄入姜黄素超过2克时，约 20%至 30% 的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不适症状。所以，在服用姜黄素时，要注意控制剂量，避免一次性大量摄入。其次，
姜黄素可能会影响某些药物的疗效，它能够诱导肝脏中一些药物代谢酶的活性，加速药物的代谢过程。这意味着，当姜黄素与某些药物同时服用时，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可能会降低，从而影响其治疗效果。例如，姜黄素与抗凝血药物华法林同时使用时，可能会增强华法林的代谢，降低其抗凝血作用，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所以，在服用姜黄素的同时，如果正在服用其他药物，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药师，了解是否会产生药物相互作用。另外，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姜黄素的安全性尚未明确。由于缺乏足够的临床研究数据，无法确定姜黄素对胎儿或婴儿是否有潜在影响。为了确保母婴安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在使用姜黄素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谨慎决定是否使用。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姜黄素怎么吃。姜黄素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需求进行选择。最常见的方式是将姜黄根茎研磨成粉，用于烹饪。在烹饪菜肴时，加入适量的姜黄粉，不仅能够增添食物的色泽，还能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比如在制作咖喱时，姜黄粉是重要的原料之一，它使咖喱呈现出浓郁的黄色，并带有独特的香气。在炖菜、烤肉、炒饭等烹饪过程中，也可以加入姜黄粉，既能增加食物的营养，又能提升口感。一般来说，在烹饪中，每次使用姜黄粉的量可以控制在1至2克左右。姜黄素还可以制成补充剂服用，市面上有多种形式的姜黄素补充剂，如胶囊、软胶囊、片剂等。这些补充剂通常经过特殊处理，提高了姜黄素的吸收率。在选择姜黄素补充剂时，要注意选择质量可靠、品牌信誉好的产品。在服用补充剂时，应按照产品说明书或医生的建议进行剂量控制。一般来说，每日服用姜黄素补充剂的剂量可以在500至1000毫克之间，但具体剂量要根据个人情况和产品说明来确定。此外，姜黄素还可以与其他食材搭配制作饮品，例如将姜黄粉与蜂蜜、柠檬、温水混合，制成姜黄蜂蜜水，口感清甜，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也可以将姜黄粉与牛奶混合，加热后饮用。姜黄与牛奶中的营养成分相互结合，既能增强口感，又能提高营养价值。在制作这些饮品时，姜黄粉的用量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适当调整，一般每次使用0.5至1克即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姜黄素可以天天吃吗？姜黄素是否可以天天吃，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决定。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在适量的情况下，天天吃姜黄素是可行的。适量摄入姜黄素能够持续为身体提供抗氧化、抗炎等益处，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例如，每天服用500至1000毫克的姜黄素补充剂，或者在日常饮食中适量添加姜黄粉，能够帮助身体抵抗自由基的损伤，预防慢性疾病。然而，如果过量摄入姜黄素，可能会出现副作用，如胃肠道不适、影响药物疗效等。所以，即使天天吃姜黄素，也要严格控制剂量，避免过量摄入。同时，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孕妇、哺乳期女性、患有严重疾病、正在接受治疗的人等，在天天吃姜黄素前，一定要咨询医生的意见，因为姜黄素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下面我们说一说什么人不能吃姜黄素。姜黄素并非适合所有人食用，以下几类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应避免或谨慎食用姜黄素。首先，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应谨慎食用姜黄素。由于目前缺乏足够的临床研究数据来明确姜黄素对胎儿或婴儿的安全性，为了确保母婴健康，这两类人群在食用姜黄素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姜黄素可能会通过胎盘或乳汁传递给胎儿或婴儿，对其发育产生潜在影响。其次，对姜黄或姜黄素过敏的人绝对不能食用姜黄素，过敏反应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如皮肤瘙痒、皮疹、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等。如果曾经出现过对姜黄或姜黄素的过敏症状，应严格避免再次接触。在购买食品、保健品或药品时，要仔细查看成分表，避免含有姜黄素的产品。再者，
患有胆囊疾病的人要谨慎食用姜黄素。姜黄素能够刺激胆囊收缩，对于胆囊功能正常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胆汁的排泄，但对于患有胆囊炎、胆结石等胆囊疾病的人，胆囊收缩可能会引起疼痛，甚至加重病情。所以这类人群在食用姜黄素前，应咨询医生的建议，根据个人的病情决定是否食用。另外，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在食用姜黄素时要谨慎，姜黄素可能会与一些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疗效。例如，姜黄素与抗凝血药物、抗血小板药物、降压药物等同时使用时，可能会改变这些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增加出血风险或影响血压控制。所以在服用姜黄素的同时，如果正在服用其他药物，一定要告知医生，让医生评估是否会产生药物相互作用。下面我们说一说姜黄素可以长期服用吗？在适量的情况下，姜黄素可以长期服用。许多研究表明，长期低剂量摄入姜黄素对人体是安全的，并且能够持续发挥其保健作用。例如，一些针对健康人群的长期研究发现，连续服用姜黄素补充剂1至2年，每天剂量在500至1000毫克之间，参与者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反而在抗氧化、抗炎等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效果。长期服用姜黄素能够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氧化还原状态，减少炎症反应，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然而，如果长期高剂量服用姜黄素，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高剂量的姜黄素可能会加重胃肠道负担，导致胃肠道不适症状加剧。同时，长期高剂量摄入还可能影响肝脏和肾脏的功能，因为姜黄素需要通过这些器官进行代谢，所以在长期服用姜黄素时，一定要严格遵循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控制好剂量，以确保安全有效。下面我们说一说姜黄不能和什么药一起吃。姜黄与一些药物同时使用时，可能会发生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疗效或增加不良反应。首先，姜黄不能与抗凝血药物和抗血小板药物一起吃。姜黄中的姜黄素具有一定的抗凝血作用，当与华法林、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凝血或抗血小板药物同时使用时，可能会增强这些药物的抗凝血效果，增加出血风险。研究表明，同时服用姜黄素和抗凝血药物的人群，出血事件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独使用抗凝血药物的人群。所以，在服用这些药物期间，应避免食用姜黄或姜黄素补充剂。其次，姜黄与降压药物同时使用时要谨慎，姜黄可能会增强降压药物的降压效果，导致血压过低。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血压过度下降可能会引起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甚至影响重要器官的血液灌注。所以，正在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在食用姜黄前，应咨询医生的意见，密切监测血压变化。另外，姜黄与某些抗生素、抗癫痫药物等也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姜黄素能够诱导肝脏中药物代谢酶的活性，加速这些药物的代谢，降低其在体内的浓度，从而影响药物的疗效。例如，姜黄与抗生素克拉霉素同时使用时，可能会降低克拉霉素的抗菌效果。所以，在服用这些药物期间，如需食用姜黄，应告知医生，以便调整药物剂量或监测药物疗效。下面我们说一说姜黄什么时间吃最好。姜黄的食用时间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和习惯来选择。一般来说，饭后食用姜黄较为适宜。饭后胃肠道处于消化活跃状态，此时食用姜黄有助于其更好地被吸收，同时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例如，在早餐、午餐或晚餐后半小时左右服用姜黄素补充剂，或在烹饪菜肴时加入姜黄粉，能够提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度，使身体更好地吸收其中的有效成分。对于一些希望通过姜黄改善睡眠质量的人来说，晚上临睡前食用姜黄可能不是一个好选择。虽然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姜黄会影响睡眠，但姜黄中的一些成分可能会刺激神经系统，使人保持清醒。所以，这类人群可以选择在白天的餐食中摄入姜黄。如果是将姜黄作为日常养生保健使用，每天固定在一个时间段食用即可，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助于身体更好地适应和吸收姜黄中的营养成分。但无论何时食用姜黄，
都要注意控制剂量，避免过量摄入。高血压的人可以吃姜黄吗？高血压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姜黄。姜黄中的姜黄素具有一定的调节血压作用。研究表明，姜黄素能够扩张血管，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压。它可以通过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一氧化氮能够舒张血管，使血压下降。对于轻度高血压患者，在医生的监测下，适量食用姜黄或姜黄素补充剂可能有助于辅助控制血压。然而，高血压患者在食用姜黄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姜黄不能替代降压药物。高血压是一种需要长期规范治疗的疾病，患者必须按照医生的处方按时服用降压药物，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姜黄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不能因为食用姜黄而擅自减少或停用降压药物，否则可能导致血压波动，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其次，在食用姜黄后，要密切监测血压变化。由于个体差异，不同患者对姜黄的反应可能不同。部分患者在食用姜黄后，血压可能会出现过度下降或波动，所以高血压患者在食用姜黄期间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观察血压的变化情况。如果发现血压异常波动，应及时告知医生，以便调整治疗方案。另外，高血压患者在选择姜黄产品时，要选择质量可靠、成分明确的产品。市面上的姜黄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含有其他不明成分，影响血压控制。所以，建议高血压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姜黄制剂，并严格按照产品说明或医生建议使用。咳嗽可以吃姜黄吗？对于咳嗽患者，是否可以吃姜黄，需要根据具体病因来判断。如果咳嗽是由于风寒感冒、寒痰阻肺等原因引起，姜黄可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姜黄性温，具有温肺化痰、散寒止咳的功效。对于风寒感冒导致的咳嗽，伴有恶寒、发热、头痛等症状，食用姜黄能够帮助驱散体内的风寒之邪，缓解咳嗽症状。例如，将姜黄与生姜、葱白等食材一起煮水饮用，能够增强散寒止咳的效果。然而，如果咳嗽是由风热感冒、肺热咳嗽等热症引起，食用姜黄可能会加重病情。风热感冒或肺热咳嗽时，体内有热邪，姜黄的温热特性可能会使热邪更盛，导致咳嗽加剧，痰液变黄变稠。所以，这类患者应避免食用姜黄，选择具有清热化痰、止咳平喘功效的食物或药物进行治疗。另外，如果咳嗽是由过敏、哮喘等其他原因引起，姜黄对咳嗽的治疗效果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应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如使用抗过敏药物、支气管扩张剂等。姜黄不能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方法，但在病情缓解期，作为辅助调理手段，可能有助于身体的恢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食用姜黄时，要告知医生自己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避免药物相互作用。今天我们对姜黄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从它的功效、副作用到食用方法、适用人群，再到与其他药物的搭配，以及在不同健康问题中的应用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探讨。相信大家对姜黄素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后的影片，我们将聚焦如何挑选优质姜黄素产品，以及姜黄素在不同健康场景中的个性化应用。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姜黄素产品中，怎样才能挑选到品质上乘、适合自己的产品？在日常生活中，针对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抗氧化、抗炎、改善心血管健康等，如何合理使用姜黄素以达到最佳效果？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就一定要关注以后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精彩内容不容错过。祝订阅和点赞的朋友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死了也能原地复活。爱你哟！